然后我就忍不住了，我就说老师，你可以直接吻我，然后他就哎，大家好，我是大鹏，欢迎你和我一起每天说中文。Come on！大家好，这里是说中文播客，我是大鹏，还有咱们的老朋友。你好，我是华东。不过今天很特别，除了我俩以外，还有一位新朋友。大家好，我是娜娜。华东的话不用说了，我们都很熟悉。娜娜是第一次来这里做客嘛，对吧？娜娜，你是哪里人？俄罗斯的。在你的家乡什么东西最好吃？面包。你现在住在什么地方？在法国。那你更喜欢吃法国菜还是俄罗斯菜？法国菜。哎，其实娜娜的中文名字叫俄法娜娜，俄罗斯的俄，法国的法，就是因为娜娜是俄罗斯人，然后现在住在法国，所以叫俄法娜娜。对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好，那你会说多少种语言呢？我算一算吧，也不能说多少种啊，几种嘛就可以了。几种啊？会说6种语言。6种语言，哇！那你平时说哪一种语言最多呢？应该说法语吧。Bonjour。华东，华东，那你会说多少种语言呀？我会说4种语言。那也不错呀，好厉害，华东。哎，你们，哎，真的很羡慕你俩哎。过奖了。那我想问你啊，就是娜娜，你为什么会学这么多种语言呢？我是从小学中文，因为我在黑龙江那边很近的一个地方出生长大的。然后我小的时候去了中国，然后几岁啊？搬到了法国，反正在法国的时间已经有12年了。所以在这边说法语。然后上班的话，因为我在一个国际组织嘛，所以我们说英语。再就是日语嘛，日语在家里说日语，因为我的老公他是日本人，所以说日语。还有一种俄语是你的家乡话，是我的母语。那就是还剩下一个语言呢，是德语。德语是因为我在瑞士上班，所以瑞士它的一个应该是官方语言嘛，一种是德语。所以我到这边也学了一些德语。太厉害了。没有。那华东，那你为什么会说那么多种语言呢？那我在中国出生，然后在美国长大，会说中文和英文。然后我在美国的南方德州。这里很多人也会说西班牙语，因为德州离墨西哥很近。然后第4个语言是俄语。我以前在莫斯科留学过，然后我在哈萨克斯坦住2年。我的老婆是哈萨克斯坦人。哇，怪不得。我们在家里经常会讲俄语。哎，你和娜娜可以用俄语来讲啊！你们可以用俄语，可以用中文，可以用英文，3种语言随便怎么说了都可以了。哇，3个共同语言呢！您不要忘记我好吧？好吧，不会的，大鹏。我才是说中文播客的播主，好不好？哎，开玩笑了。好了，那最后一个问题就是，娜娜，你大概去过多少个国家呀？30多个国家。哎呀，我觉得怎么讲，你干脆不要叫俄法娜娜了，你这么国际化，叫国际娜娜怎么样？世界娜娜。我要考虑一下。哎，你认真考虑一下好了。所以我觉得就是今天的主题真的和你很合适，娜娜。是什么主题呢？
今天我们还继续人在他乡这个主题吗？对，人在他乡，娜娜跑过世界30多个国家，所以我想故事一定非常精彩，不是吗？太有压力了，大鹏。没关系啦，不过呢，华东你先来怎么样？因为娜娜第一次来嘛。好，因为我在中国的时候，有时候有人跟我讲英文，就是很多人想练习自己的英文，我是想学习我的中文的，所以我不太愿意跟别人讲英文，所以我有时候我用这个技巧，就是如果别人跟我说英文的时候，我会说我听不懂英文，我是一个俄罗斯人。我这样说，我只会说中文和俄语。他们相信你呀？他们相信你吗？一般他们会相信。有一次有一个比较尴尬的情况，一个人问我你是哪里人，你是哪国人，然后我说我是俄罗斯人。然后如果我一次撒谎，然后他会问一些别的问题，然后我必须一直撒谎。继续撒谎。他问我你是俄罗斯哪里人？然后我说我是莫斯科人。然后他问我你对普京有什么看法？我说还好吧，挺好的。尴尬了，是不是？对。华东，我想说一下华东，我非常有同感，因为我在中国的时候，尤其是小孩在街上走的小孩，他们会喊妈妈看美国人，美国人。然后我就回过头看，我是俄罗斯人，我不是美国人。对，他可以说真话。娜娜，那你觉得普京怎么样？还是不谈这个话题吧。好了，其实在中国是这样嘛，就是因为中国人叫西方人都叫老外嘛，对吧？见了老外以后都感觉特别好玩，特别有意思，都想和老外说两句英语。对，经常也有这种情况。我在公园还是我在什么地方，然后家长会哄他们的孩子你跟这个老外叔叔练习英文，你跟他说两句，然后这孩子一般很害羞。我也觉得他们很可怜。其实华东，你知道我小时候就是在俄罗斯嘛，然后我是从6岁就开始学习中文，然后我那时候就像中国的小孩一样，我在我老乡那边一看到长得像亚洲人，我就会跑过去就说一声你好吗？对，他们有可能会说我不是中国人，他们可能会用俄语说我是雅库特，或者说我是什么韩国呀、日本啊，就是我不是中国人，我听不懂。我听说就是在国外，比如在美国或者在澳洲什么地方，如果中国人去的话，当地的人不会和中国人或者是别的国家的人说他们的语言，会直接用英语来和他们对话，因为他们觉得你们来到我们这个地方，当然应该要学英语了，对不对？我觉得一般的人不会说中文，所以只有一个选择，就是跟他们讲英文。对，但是在大部分情况下，他们也愿意嘛，他们自己也愿意。比方说到法国的中国留学生或者来工作的人，他们应该都会一些法语，所以他们到这边也应该非常的乐意说法语吧。
有很多，但是法语的就是法国人这边的法国人，他们的外语水平最差的，这个好像大家都知道，所以可能观众朋友们有法国人的话，请不要感到危险啊！对，这是我个人观点啊。好，那华东你还有想要补充的吗？我可以比较一下在中国和在俄国的经验，因为都是对我来说这两个地方都是人在他乡，但是感觉有一点不一样，因为在中国大家一看我就知道我不是当地人。对对对。但是在莫斯科的时候，人不一定知道我是外国人。如果他们跟我说话，他们可以发现他的口音，不是本地人，有问题。对，不是本地人，是间谍。但是就是看我的外相不知道我是外国人，所以在俄罗斯有时候有人会问路，还是对问我一些这样的问题，让我帮助他们做什么。但是在中国从来没一次没有人跟我问路。他们应该想这个外国人他一般不知道怎么走。华东，我差不多能猜到为什么有人在俄罗斯，你在俄罗斯的时候，为什么有人会就是让你帮忙什么问路之类的，因为你可能是微笑着，是不是？你可能走路的时候就是你可能微笑，是不是？可能俄罗斯人他们尤其是在莫斯科，在首都一些大的城市，他们很少微笑，就是不认识陌生人他们不会微笑。所以可能你微笑他们就会以为你是一个善良的人，所以才会求你帮忙。我是猜的呀。也有可能了，是看起来就是比较亲切，比较会乐意帮助人、助人为乐的人嘛。如果你微笑的话，对吧？对对，因为我发现每个人比较喜欢微笑，哪怕你不认识的人，你也会微笑。在俄罗斯好像不太一样。美国人喜欢微笑，也喜欢大笑了，哈哈哈哈，对不对？我有好多美国朋友，他们都很喜欢大笑，哈哈哈哈，这样。对，很开心啊，很开心啊。华东他说他在俄罗斯的时候，就是那边的人他们看不出来，是不是看他的长相，他们看不出来他是个外国人。那么我在法国的时候，也有同样的就是经历，也是这样，就是他们看不出来我是外国人。在中国一下就能看出来，就喊一声老外，但是在法国的时候也看不出来，但是可能我还是稍微有一些口音，我讲法语的时候，所以他们有时候会问你是来自哪一个法国哪一块儿，然后我说我不是来自法国的，因为毕竟在这边生活了12年嘛，所以没有什么大问题，但是口音可能还有一些口音，所以可能会问我一些这些问题。你可以说我来自法国的莫斯科。华东很幽默嘛，对不对？对，非常幽默。我的节目现在就全靠他了，没有他我完蛋了。对，其实你们说到的这两个问题，我在韩国也都遇到过了。因为中国人、韩国人长得差不多嘛，对吧？所以他们一看不会发现你是中国人，对不对？对呀，不仅是一看2次、看3次都发现不了了。那说话的时候，对啊，问说话时候还好啦，因为我在釜山的话会说一些釜山方言，他们一听就觉得
好吧，应该是这里人，但是可能会觉得是釜山这里的人，但是在别的地方什么地方生活过，所以方言可能有点变味不太一样，所以但是还没有那么大的疑心了。很厉害，大鹏。没有啊，我在这边这么长时间。那华东还有吗？还有你想说的吗？我说的差不多了。哎，很好，你没有说，我说够了。对，我学会了。那你说的差不多了，那我们就来听一听娜娜的人在他乡怎么样？我还是分享一个，我刚才想起来一个在中国的一个故事吧。但是这个故事吧，来吧。我来分享，但是这个故事当时非常让我尴尬呀。就是我当时应该是研究生1年级吧，当时和中国人一起上课，然后有一节课是学太极拳，练太极拳。然后我当时可能这个声调还不是很好，现在还也不好，但是当时可能还差一些，所以我们的老师他是当时的研究生3年级的学生，他教我们这个太极拳。然后就是有一天我的越南同屋，我的朋友他也可能在听我们博客，然后阮云庄，他的名字叫阮云庄，他带我去练这个太极拳。然后我们到那个上课的地方，然后他的汉语非常的好，然后他就向老师就介绍说这是娜娜，然后他是今天第一次来上课的，然后他就以为我是个外国人，可能汉语不怎么好，可能不会讲汉语，然后他就问我的朋友，他说好的，他的名字叫娜娜，那他是在中国是留学吗？还是来旅游的？就问我很多很多问题关于我，然后我就忍不住了，我就说老师，你可以直接吻我。然后他就然后就是我是想说男老师还是女老师啊？对，是男老师啊。然后就是他有点脸红了，他就走过来，然后他是以为就是像西方人，像法国人那种叫什么贴面礼嘛，就是打招呼的时候就是轻轻的问一下，是不是？然后他就走过来想吻我一下，吻一下了，你不要再说错了。然后我就老师你怎么了？然后他说实在不好意思，你刚才不是说我可以直接来吻你吗？打招呼吗？我说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说你可以直接问我。然后说那这就对了。好的，不好意思。非常尴尬呀。有可能他就是抓机会的。也许吧。对，其实这样的问题嘛，就是对于外国学生来讲很常见了，对不对？我有一个学生，然后他去中国嘛旅游，然后他去餐厅吃饭点菜，然后他就跟服务员说请你给我主食，他本来想要这么说，但是他声调说的不好嘛，他就说服务员请你给我猪食。服务员说什么猪吃的东西你也要吃吗？我也有在餐厅的故事。我在中国工作的时候和同事一起吃午饭，然后那个餐厅有很多人，所以一个同事跟我说占座就是准备一下你的椅子。对，抢一个座位嘛。对，抢一个座位。他说占座但是我以为他说他这样说了，我站了一下，然后坐了在地板上。然后大家觉得他怎么了？他晕倒了吗？为什么坐在地板上？
你为什么要坐在地板上？因为他说站坐，所以我站了一会儿，然后坐下了。非常的高兴。你这个老外太有意思了。我也想起来了，有一次啊，就是第一天我到的，那时候到大连上学，东北财经大学第一天。然后第一天，当时我们还没有就是微信之类的 WeChat 都是没有的，连这个互联网，我们这个住的那个宿舍都没有，所以我当时去，那时候有网吧，我去了网吧，对，然后上网给父母发了一封信，然后就想走的时候，那个网吧是2层，就2层楼第2层，然后就是有一个非常大的楼梯。然后我就是走的时候，那个服务员女孩她说好的，慢走。然后我已经下了这个到一半，那个楼梯下了到这个半途而废了，我就说我就回来了，说不好意思，你刚才说什么了？我说慢走，我说我也没有跑呀。你为什么不高兴？我也没有跑呀。为什么要慢走？对，为什么要慢走啊？怕你下楼梯摔倒吗？对呀，但是我不懂啊。我当时我没有懂他的意思，我还以为他说就是我好像打扰别人在上网的那些人，所以我可能走的时候走得快，可能就是出声音走的，所以他让我慢走。你以为他是在跟你讲你走得慢一些，不要吵到别人，对不对？对，他是照顾我，是不是？就是一种客气话吧。对呀，是一种礼貌了。我记得是同一天，我下完课第一天在那个大学，然后楼下的阿姨，然后她说她每天都会问我，你吃饭了吗？去哪儿啊？吃饭了吗？然后我记得第一天他问我你吃饭了吗？然后我说阿姨我吃了我中午吃了面条，然后我给他讲非常详细的讲，然后我这个吃完饭我还喝了咖啡呀，然后我就非常详细的讲，然后第二天他又问我你吃饭了吗？我说阿姨现在2点钟了，我中午还没有吃饭，我现在出去吃饭啊什么的，然后我还详细的给他讲。过了几天他又问我这些问题，然后我上课的时候问老师，我说老师啊，我们楼下的阿姨她天天问我吃什么了。他说什么？他怎么问你呀？天天说娜娜你吃饭了吗？累死我了。然后老师说你不用这么详细的回答，这是打招呼的一种方式啊。你说吃了阿姨吃了，就不用说这么详细的回答呀。对，就是中国打招呼的习惯嘛。有时候人就会说嘿你吃了吗？有人就说吃了就可以了，或者没吃呢，没吃怎么办？赶紧吃去吧，就这样就可以了。不用把你吃了什么都告诉他了。我知道在国外不会这样了，对不对，华东？对，反正在美国，你吃了吗不是一个打招呼的方式，但是我们有像就是一般的人会问 How are you， 就是你怎么样？然后不管你怎么样，就是挺好，还好。在中国的你吃饭了，就相当于在美国的 How are you? What's up? 就这样差不多了。法国的也一样吗？法国的 ça va？萨瓦，这我听的怎么像泰语？泰语是萨瓦迪卡。你们有这么多在国外的经历，还会说这么多语言，一定有说不完的故事了，对不对？那我们下期再一起说了，好不好？好吧。可能有的听众还在说了，大鹏，我们在等你的故事啊。那请你收听下一期吧，好吧？今天我偷个懒，我休息休息。这开玩笑了，因为今天我们的客人是华东和娜娜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你俩是红花，我是绿叶，对吧？给二位更多的时间嘛，应该。其实我想就是非常感谢你们啊，因为我们要3个人一起录音这样的机会呢是挺难得的，因为我这里现在是大概10点半，华东那里是8点半，对吧？
然后早晨8点半，我是晚上10点半。娜娜那里是几点啊？现在？我下午3点半。对呀，时间都差的很多嘛，所以所以要聚在一起录音的话，真的很不容易啊。华东牺牲了自己睡懒觉的时间，娜娜放弃了喝下午茶的时间，太谢谢你们了。那你也是牺牲早睡觉的时间。对对对，所以我做出了一个决定，我决定给你们一笔钱作为酬劳。不过现在不行，等我以后挣了钱再说。好不好？算你们倒霉了，遇到了现在很穷的我。不过说话算话，以后我有钱一定会给你，给不仅给你们，还要给每一位来这里做客的嘉宾了，对不对？这个叫做通告费嘛。所以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们，我们也会努力的，好吧？那我们好嘞，我们一起做更好的播客，让大家都参与进来嘛，好吧？那大家，娜娜和华东还有什么要说的吗？最后谢谢大家。对了，谢谢大家。谢谢大鹏，谢谢华东。好。我就是没有礼貌，没有谢谢大家。你可以问大家吃了吗？好吧？大家你吃了吗？你今天怎么样？好，哎，太好了。那我们下期一起说中文了，拜拜。拜拜。拜拜。做广告，说中文播客做了1年多了，我希望得到大家更多的支持。如果你愿意资助我的话，那就太好了。请登录一个叫 Patreon 的网站 patreon.com/大鹏 patreon.com/DAPENG。 我已经把链接丢在说明栏里了，快去看看吧。记得留下联系方式，让我好好谢谢你。